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元。我发现到没有什么玩家去关注这一场 KVK， 就是1316的 KVK。但是在我看来，其实他们这一场 KVK 也是蛮精彩的，因为里面的王国就包括1316、2748、3213，还有3672，这些都算是水平蛮高的 A 王国或者是先锋王国。但可能大家的胃口都养大了，只是想要看1093、2489的 KVK， 所以就没有多少玩家去看这一场 KVK。或者是去关注这一场 KVK， 因为这一场 KVK 蛮刺激的地方就是在黄庭啊，也是跟2489、1093的情况差不多，就是原本就快要被推出去的阵营，但是最后反扑回来，从原本要失败的王国1316，但是最终他们获得了胜利。而且这场 KVK 还比起1093那一场 KVK 还要更加夸张的，就是在火阵营那一方有一些王国没有出来战斗，而且还是先锋王国，这个才是最特别的地方。那因为之前没有做过相关的影片啊，所以这边就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一场 KVK 究竟是发生什么事情。那各位可以看到他们合作方式呢是上面打下面的，然后在这一场 KVK 里面几乎是没有看到1394的玩家出来战斗的，但是你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王国水平呢是在 S 等级的，不管是王国的活跃度、氪金度、玩家的能力，那些全部都是在 S 等级的。相反的，这一次表现比较多的是2748在这里的数据虽然他们击杀是比较高，但是比较起先锋王国1394还是相差比较远的。但是这里全部阵营里面呢，其实数据最好看的就是1316啦，也确实他们在这一场 KVK 里面表现得最好。接下来下面的王国就包括3672，就是刚刚我有提到的比较强的先锋王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3213，他们是先锋王国，但是他们的实力没有到非常夸张啦，2666的实力会比较强一点，你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击杀比较高，但是战力比较低一点啦。这里也是给大家看一下他们最终的数据，我刚刚所提到的1394，他们明明是先锋王国，但是他们在这一场 KVK 获得的击杀阵亡都是非常非常低的，甚至治疗都是最少的。不过比较起3606还算高一点点啦，几乎在战斗的王国就只有2748跟3586，不过3586这里的数据也不是非常好啦。反而风阵营这边就是先锋王国2666，他们这边付出比较多，击杀比较多，治疗比较多，阵亡也是比较多。水阵营的话就是3672，刚刚有提到。再来土阵营就是1316，你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数据比较起其他阵营盟友呢是相差很远的，都是好几倍的。在我们知道了这里的数据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一下这里 KVK 的经过了。当然这里只是说黄庭而已啦，因为前面关卡4的部分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讲的。不过关卡器的部分可以稍微讲一下，在关卡器开放的时候，其实1316跟风阵营打的是蛮激烈的，但是我看到风阵营拿下关卡之后驻防的报告都是比较糟糕一点啊，1316他们进攻比较猛势。相反的，在左手边的关卡器，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嘛，2748呢几乎就只有他们一个王国在战斗而已，他们的盟友不太活跃，就变成说1316有过来帮忙，所以就变成说风阵营那边有短暂的休息了一阵子，就是他的那个压力没有这么大。而且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在关卡器后期的时候，78这边的旗帜跟要塞是几乎都被点燃的，所以1316也是必须过来帮忙啊，否则他们就要被水阵营给打败了。那接下来就轮到了黄庭的情况，这里就要给大家看一下之前的截图了，就是他们黄庭第一天的时候，因为1316他们有那个领土的劣势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策划他们就是不要做到地图两边都是均匀的。你们可以明显看到1316他们反旗帜的那个路线呢是在比较后面一点的，相反风阵营他们是比较靠角落一点，就是至少他们那个速度会比起1316还要多了大概3根旗帜的速度吧。虽然是说1316他们也可以从这里建那个旗帜下去也会比较快，但是你如果没有去阻止风阵营他们这里建旗帜出去的话，其实他们最终也是会这样子把你的旗帜给顶上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地图的问题呢，策划应该要去调整一下。相反的，火阵营跟水阵营这边呢，其
其实他们出去的路线会比较平均一点。虽然是说看到水阵营这边还是有比较优势一点啊，他们可以从那个角落翻墙出去会比较快，但是前面有一个山挡着啊，所以会拖延他们一点点时间。照理来说应该是要持平的领土才对，但我刚刚也是说了，27-18他们没有这么多的玩家去战斗，所以就变成说他们的领土被缩减了很多。在一开始第一天的时候呢，火阵营跟土阵营是完全没有办法接触到圣城的，但这个也是在预期当中的事情啊，因为两边的人马都没有这么多，相反的水阵营跟风阵营的人是超级多的。到了后来他们把旗帜插满了之后，大概也只是这样子而已。火阵营跟土阵营他们拥有的领土在这个地图上大概20%到30%左右。接下来来到了第二天晚上的情况更加糟糕，你们可以看到火阵营是直接被推掉了，水阵营都拿下他们其中一个关卡了，都要拿下另外一个关卡的位置了。但是火阵营在这个时期呢，其实还没有放弃啊。你们可以看到他们这里建了一个要塞出来，打算要去帮1316，又或者是1316叫他们过来这里一起帮忙打，优先把风阵营给打掉，也有这个可能，就是不要完全让火阵营离开皇庭这样子。那其实大家看到这个局势的时候都已经觉得哇，尘埃落定了，这场 KVK 已经可以不用看了。然而从这一刻开始，事情来到了反转，火阵营突然反推回来了，然后这里1316也是把风阵营原本跨过墙壁的旗帜给烧掉了。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的情况呢？那其实我是已经去跟水阵营的指挥做了访谈了，那访谈的内容呢的下一个影片才来发布。这里他跟我解释说到的情况就是他们其中一个指挥要求他们其他所有的玩家都过去帮忙风阵营，打算从这里两边夹攻去打1316，而松懈了并没有放任何的驻防在27-18的门口外面去防守，而让27-18也就是火阵营他们有机会反推回来，把上面原本水阵营已经占领的旗帜都给烧回去了。而且像刚刚我就有说到，他们原本打算的计划就是不要理上面火阵营的门口嘛，打算要下去帮忙风阵营嘛，但是你们从这边的情况就可以看到他帮风阵营并没有成功。那我收到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过来这里帮忙风阵营的时候，并不是说建了旗帜或要塞过来帮忙，而是他们从这里走路过去帮忙风阵营去抵挡1316。在别人的领土去跟1316战斗，有什么可能会获胜呢？而且1316的玩家都质量很高，根本是没有办法打得过的。这样子一直持续战斗下去的话，就会变成说玩家没有办法再继续战斗下去，因为报告都会很糟糕嘛，而且他们也没有办法去帮到风阵营，风阵营的士气也会越来越低，所以才变成这样子的情况。那到了今天这个时候呢，其实水阵营跟风阵营他们几乎是已经把自己给燃烧殆尽了，没有多少的资源加速。后来的情况就变成这样子了，火阵营跟土阵营他们一直持续的往下推，去端掉他们的旗帜，最终原本可以胜利的 KVK 变成失败的 KVK。 火阵营跟土阵营他们获得了最终的胜利，也就演变成现在这个地图了。所以在我个人看下来，这场 KVK 是蛮刺激的，因为我有认识的朋友在27-18也有在1316，每天看到的通知就是说哎呀我们快没了，我们快输了。然后后来又有一些玩家看到他们地图变得比较好一点的，就问他们是不是你们要胜利啦，他们自己也不确定，就有点像我们那一场2489跟1093的 KVK 这样子。但是最终他们还是顶了下来，获得了胜利。但是我听到1316那边有一些说法是讲不管他们输还是赢啦，只要他们还在皇庭就会继续打啦，毕竟他们也是蛮多的之前960的玩家。但是这边我要补充一点啊，就是水阵营呢他们不是完完全全就是一直在左手边而已，其实他们曾经也是有放过要塞想要去帮忙风阵营的，这里你们可以看一下截图。但是据我所知，就是风阵营那边配合的时间不是很好啊，就是他们迟了一天让那个路线出来给水阵营他们去放置要塞，所以才导致成水阵营没有办法及时的过来帮忙他们这样子的情况发生。不过详细的内容你们还是要等我之后剪辑好的那个访谈影片才知道究竟是发生什么事情啊，因为里面有蛮多蛮劲爆的内容了。那讲完了这个 KVK 的过程之后呢，也是稍微来讲一下，其实在这一场 KVK 里面，我是觉得风阵营是很尽力了，因为他们几乎全程都是在跟1316在战斗啊，尽管到了皇庭也好，他们还是跟1316战斗。因为我是看了他们那个后台数据，我是发现到风阵营是真的有一点惨。这里我们做个对比就知道了，像是土阵营多数玩家都是1316，你们
可以看他们这边的战损比呢，都是2倍以上，或者是1.5倍以上，甚至有些玩家他们可以赚到更加多的击杀。就算他们这边有很糟糕的情况呢，至少都是1比1，就是没有比起100%还要更加低的，就算有也是只有1-2个玩家而已。但是如果我们比较起风筝铃，你们就可以知道天差地别了。风筝铃这里几乎多数的玩家都是亏了，就比方说像这位玩家只有57%的战损比，58%，这些都是击杀还是比较偏高的一点的玩家。然后这里66%、91%、91%、59.58%、65%，就是有很多玩家都是这样子的情况。你们如果有去这个网站搜索他们的数据就知道了。那也因为他们打1316是根本没有优势，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拿到更加多的击杀。当你的战损比是很糟糕的情况，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你的资源加速耗损的会更快。所以也不能说风筝铃他们很弱啊，为什么他们这么早就撤退了？我们要理解背后的原理。毕竟风筝铃面对的敌人就是1316有很多高质量的玩家，并且你们可以从这里王国阵营的数据来看，1316他们的数据是比较起其他王国的击杀，就可以理解到为什么风筝铃那边这么痛苦了。所以我是觉得说风筝铃他们已经是很尽力了啦，至少他们也是撑到了好几天之后才慢慢开始撤退，是等到他们的水精灵盟友这边开始沦陷被反推回来的时候，他们才慢慢去撤退。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当然因为我不是当地的玩家啦，所以可能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如果你是当地玩家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这里也是恭喜火精灵跟土精灵获得了这一次的胜利，我们下个影片再见。